2026年新年快乐！灯笼挂好了，烟花点起来了，红包还没拆。台湾的某些绿蛙们，先给你们送上一份厚礼，别急着谢，这礼不在红包里，不在礼盒中，在台海的云端上，海浪里，在解放军的雷达扫描范围里。这礼物的名字听好了，正义使命2025。有人肯定要问了，收礼得回礼吧？那必须的，你们的回礼我们都替你们想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台北，你以为这是旅游广告？错，这是两岸统一后的现实日常。以后咱们坐着高铁穿越台海，去台北101俯瞰烟火，去士林夜市啃蚵仔煎，去垦丁踏浪看日落，这才是真正的岁月静好。玩笑归玩笑，今天咱们正经聊，这份厚礼到底有多硬核？为啥说它送给所有妨碍一个中国势力的终极警告？在正式拆解之前，先给绿蛙们补一节国学课。《诗经·小雅》里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2000多年前，大一统就已经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公羊传更是直白主张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中国老祖宗早就把家国统一刻进了血脉里。春秋战国战乱500年，最终秦扫六合定一统。魏晋南北朝分裂300年，隋唐再度整合山河。就连近代历经磨难，咱们依然能实现国家主权的完整。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回归祖国怀抱，是顺应历史潮流，更是契合国学文化中大一统的必然规律。可能有绿蛙跳脚说什么两岸是2个国家，我再给你摆个历史铁证。三国时期吴国人沈莹在《临海水土志》里详细记载了台湾的风土人情，这是世界上最早关于台湾的文字记载。那时候的台湾就叫宜州。那些妄图割裂两岸的人，违背的不仅是历史事实，更是华夏文明的发展规律，注定是穷途末路。聊完文化跟历史，咱们回归正题，拆解正义使命2025这场演训。很多人觉得不就是演习吗？大错特错，这不是普通的军事演练，而是解放军陆海空火箭军无人机海警全体系联动的战略推演。我给大家报一组数据，你们就知道有多狠。海军出动宝鸡舰、衢州舰、太原舰等多艘驱护舰，组成3大编队，在台海全域巡航。两栖攻击舰、海南舰编队连续航行1万多海里赶来支援，可搭载直升机跟两栖作战装备，随时能实施立体登陆。空军派出歼20隐形战机、轰 6K 轰炸机、预警机、无人机，组成庞大的空中编队，实现多方向抵近射压。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导弹发射车广域机动，多点部署，在沿海地区完成实弹准备。陆军远香火打击分队精准锁定目标，实弹射击精准命中台海预定海域。这场演练的核心动作有3个，每一个都直指要害。第一，划定7个海域空域实弹封锁区，这7个区域不是随便划的，而是精准覆盖了台湾周边的关键航道和补给线。第二，模拟港口封锁和航道切断，直接掐断岛内的对外物资运输通道。第三，重点指向台岛东部海域，这里划重点，台岛东部不是给台湾用的，而是针对美军、日军等外部干涉势力的必经之路。懂军事的朋友都知道，台岛东部海域是美军航母战斗群可能驰援的主要方向。解放军把演训重点放在这里，就是明确告诉外部势力，谁敢来插手，先过我这关。那么这次演训跟以前有啥不一样？我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告诉你，以前的台海演习就像在你家门口转圈警示，而这次的正义使命2025直接把消防通道、补给通道全给你堵，这就是从绕到卡的本质区别。你们仔细看这7个封锁区的分布，北面针对日本冲绳的方向，这里是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重要基地，也是日军可能介入台海的主要通道。东面覆盖台岛东部深海区域，直接瞄准美军航母战斗群的驰援路线。
西南方向则封锁了台湾通往南海的补给航线，这是岛内能源物资进口的关键通道。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对台演训，而是谁敢插手就打谁的战略宣言。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解放军这次军演就是用最高级别的伐谋，提前把外部势力的介入路给堵死，让他们不敢轻易越雷池半步。很多人误以为这场演训的主角是台湾，其实说句难听的，台湾只是演训场地，真正被点名的观众只有2个，日本和美国。咱们先聊针对日本的部分。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前段时间放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可能介入台海事务。这句话北京听得清清楚楚，也用演训给出了最直接的回应。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演训的火力布置跟海空控制重点，全程围绕日本、台湾驻日美军基地这条线展开。解放军在台海北部的演训区域，距离日本冲绳不到500公里，火箭军的远火系统跟导弹部队完全可以覆盖冲绳的美军基地和日本自卫队驻地。中国有句老话，敲山震虎，虎不动，山先碎。日本想当反华前线，想借台海问题刷存在感，解放军这次就是明确敲山，你敢把头伸进台海，就别怪我们动刀子。针对美国，你卖武器我就算账。110亿美元军售海马斯，这海马斯到底是个啥呢？全名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一句话解释，一辆卡车装着一整套远程点名系统，它有3大特点：第一，跑得快，轮式底盘，打完就走，很难被第一时间锁定；第二个，打得远，普通火箭弹70至80公里，精确制导导弹可以达到300公里；第三，打得准 ，GPS 制导。不是洗地，是点名。这玩意儿在俄乌战场已经证明过一句话，不一定多，但一定让你很烦。为什么美国偏偏卖海马斯给台湾？注意了，这就是关键。美国卖武器有一个潜规则，不给能打赢的，只给能拖的。海马斯正好符合这3点，它不具备决定性的胜利能力，但是能制造不确定性，能提高对方的行动成本。翻译成人话就是，我不保证你能赢，但我保证你能把水给搅浑。而这里你卖你的武器，我演的是怎么不让你的武器进不来。这不是情绪反应，而是对冲操作。那台湾呢？台湾在这盘棋里又是什么角色？一句话很残酷，台湾不是棋手，是筹码。你别不服你看看军售谁谈的，演习谁决定的，风险谁承担？岛内最爱喊的那句民主自由，在战略桌上翻过来就是可消耗资源。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收礼要回礼这句话本身就是讽刺。要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间点？这里全是算计。你把时间线一连就全明白。美国对台大规模军售，日本表态升级，中美元首即将会晤，这3件事叠在一起，如果不动一下，那就等于默认你们可以继续加码。所以这次演习本质是战略定价，告诉你一句话，再往前一步，你的成本就不一样。那么你问这是不是统一倒计时呢？我给你一个冷答案，不是倒计时，是压缩选择的空间。真正的策略只有一个，不急着打，但让你越来越没得选。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当外部势力不敢来，当岛内资本开始撤，当民意开始动摇，你告诉我还剩几种结局？我知道有人会骂你这是威胁， No， 这是现实。世界不是靠情绪运行，是靠实力与成本。易经说得很清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一条路的成本越来越高，选择就会自动改变。所以我才说2026年新年快乐。这份厚礼不是给你庆祝的，是给你清醒。两岸一家人的时代不是靠口号喊来的，是靠把错误选项一项一项的给删除掉。这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具体什么情况还得看你们怎么回礼。